故事的开头总是很浪漫，鲜花、礼物，充满仪式感的告白。故事的结尾总是很潦草，微信3个字，分手吧，然后就此画上句号。如果早知道那天是最后一次见面，我一定会化一个好看的妆，穿上刚买的那条新裙子，然后无比平静地跟你聊聊天，作为最后的道别。我不会哭着挽留你，也不会指责谩骂你，更不会泼你冷水让你难堪。我只想给这段感情一个完整的结束而已。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前2天发的微博。距离她和男朋友分手已经过去15个月了，直到现在她都没有想清楚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分手的。是她哪句话说错了，还是哪件事做得不对了，或者仅仅是对方厌倦了这段温吞平淡的感情。总之，关于那段爱，她始终没有释怀，而对方也从未做过任何解释。后来在谈起那个人的时候，她满眼都是掩藏不住的无奈跟遗憾。不是遗憾最后分手这件事儿，而是遗憾谈了那么久，却没有把话说清楚。我们劝过他很多次，分就分了吧，至少结束的还很体面。可他却说，我不需要体面，我只想见他最后一面。我想那种即使你不爱我了，可我还是想要跑着去见你一面的卑微和勇敢，只有深爱过的人才能体会。感情有时候真的很不公平，谈恋爱的时候需要2个人都同意才能继续，但分手只要1个人决定就能结束。那个人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在某些不经意的瞬间完成了自己分手的仪式，可对你而言，你却全然不知。你不知道哪顿饭是他计划好的最后一顿，你不知道他送你到家之后的那个拥抱是出于不舍还是愧疚，你不知道他转身向你招手的时候内心想的是明天见还是再见了。然后直到他真正离开之后，你才猛然发现，原来在那些瞬间他已经提前跟你道过别了。在那些他不知道的时光里，你并没有像他一般潇洒地放下，也没有如自己所愿过得比他更好，甚至你偶尔还会期待着有一天他会再找你回来。仔细想想，现在差不多95%的人都是在微信里提分手的，因为这可以说是最低成本的分手方式，不用直面对方的指责，不必接受对方的否定，更不用在乎对方当时是如何的心情。只要你决定，你就可以按下那个结束键，然后就此消失。而大部分在微信上说分手的人，其实早都已经跟这段感情做告别了。在他说出分手之前，可能已经不爱很久了，只是那个被说分手的人还继续爱着，还没有做好要告别的准备。我想很多人之所以希望见面说分手，并不是因为他有多想挽留对方，也不是非要完成最后的仪式，而是他想要确定，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分的手，我们是不是真的结束了。而这2件事儿，只有当你清楚看到对方的脸，直接观察到他的眼神跟情绪，你才能真正意识到，原来你们结束了。如果分手的那一天2个人能够心平气和、开诚布公地聊一聊，把分手说清楚，把最后一眼看完，再互道一声珍重，
然后再摆摆手，涌入人海之中，或许彼此都会更快释怀，至少不会再怀疑自己，也不必再推翻之前所有相爱的瞬间。我不需要体面，我只想再见你最后一面。